所有的菜也都是学生做的。You also have some guinea fowl sauce with this. Oh, so you know very well? Yes. But you're a student, right? Yeah, I know, but my chef teaches me once and I do it very well. How many steak can you cook today? 50, something like that. 50? A bit less, yeah. 20, between 30 and 50. 原来所有上桌的餐点都出自学生之手，目的不是要他们变成厨艺精湛的大厨师，而是要他们知道厨房里所有的学问。This kitchen is a la carte kitchen. What does it mean? We work like in a real kitchen, like in a real restaurant, like in the industry, okay? Because if one day Jean is the hotel manager of a 5-star hotel, okay? Maybe he has to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kitchen also. 但学生毕竟是学生，专业厨房里时时有意外画面。高档餐桌边也有笑料桥段。料理服务的真功夫之外，学校还复制5星级饭店房间，铺床、折被单。这堂课是要让养尊处优的贵公子和千金大小姐也知道打扫房间的 mega。刷马桶、洗浴缸的苦差事也是课堂练习，因为魔鬼总在细节里。只有洞察所有跟旅馆相关的细节之后，才能迈向管理卓越的境界。We balance the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Not only they practice here in the school, but also we ask them in a whole semester to go on an internship and practice. So when they leave and when they are prepared to go to the business and the industry, they are operational. 第1年我去了台北喜来登，第2年我在法国迪士尼，然后第3年我去了杜拜的 Grand Hyatt 君悦饭店。求职路上会有很多帮助，是因为我的履历表已经有资历了。在学校训练，在饭店实习，理论实务并重。瑞士旅馆学校的学生已经获得超越一般同龄学生的人生历练。My first internship was in Monaco. We had Jennifer Lopez. She come to the hotel, and actually, she requested to change the color of the walls because she really likes pink. So the hotel had to paint everything in pink. It's quite an interesting experience. Yeah, the beginning is a little stressful, but in the hotel you will learn how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Not nervous at all anymore. Yes. 只不过练就一身超强技能和胆识，却要付出不少代价。瑞士旅馆管理除了洛桑是公立学校，其他全是私立大学。3年半学制的学费要价13万瑞士法郎，合台币400万元。其中1年半在饭店实习，等于在学校光上课1年就要花掉父母200万。高额学费也难怪只有豪门家庭可以负担。只是这种巨额投资到底划不划算？每学期各大国际级饭店都会派人到旅馆学校征才猎人头。依照旅馆管理学校调查数据，毕业当天将近90%的毕业生不是已经被录用了，就是手上有好几个工作等着挑选。就算日后想改行，在旅馆学校累积的全球人脉存折，也为日后挤进上流社会铺了后路。Because of this mix of culture background and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we build lots of connection. You never know, it might be one of your job offers in the future, it might be a holiday destination, but everywhere you go, there's always a network. 像是来猎人头的饭店经理，也都是瑞士旅馆学校毕业，系出同门，多了份亲切感。难怪台湾的5星级饭店，从君悦、金华、六福皇宫到最夯的 W Hotel 和韩碧楼等高阶主管，都出自瑞士旅馆学校。就连韩舍集团蔡成阳开饭店，也要把小儿子蔡伯喜送到瑞士去取经。
一张瑞士旅馆学校毕业证书，好像镀了金，等于预先拿到全球5星级饭店工作证和上流社会的入场券。湖光山色、如画的风景，让瑞士很早就成为欧洲贵族度假胜地。1893年，瑞士创立第一间饭店管理学院后，瑞士模式就成为国际公认培养饭店管理人才的成功典范。历经100年后，这块金字招牌始终如新，世界无敌。欢迎回到登峰造极的秘密，聚焦瑞士。在钟表、金融、科技产业之外，瑞士还有一项成就也是世界无敌，那就是湖光山色的美景。即使受到欧债风暴影响，瑞士每年还是有超过3500万的观光人潮。但瑞士境内都是高山和冰河，想要靠上天赋予的美景大赚观光财，就不得不与冰搏斗。从横跨冰河的列车，还有冲上阿尔卑斯山少女峰的小火车，都是瑞士征服自然的奇迹工程。纯白洁净，远方山头云雾缭绕，宛如圣洁仙境。少女峰 Jungfrau 4158公尺，19世纪开始就是欧洲贵族度假地。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一世不惜千里来朝圣，文学家流连忘返，柯南道尔甚至将书中传奇人物神探福尔摩斯埋葬于此。当时的诗人如歌德、如拜伦，都只能在山脚下仰望，赞叹它的美丽，留下遗憾。但现在我们却能不费吹灰之力，上到山顶，一清芳泽。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有欧洲之巅之称的少女峰，高度有3400多公尺。很难相信，在100年前，瑞士人竟然就已经新建了铁路通往山顶。1896年，铁路专家阿道夫突发奇想，要在少女峰盖欧洲最高的火车站。300个工人在海拔2000公尺开始凿洞，沿着弧线向上，穿越层层山脉，建造齿轨火车线。短短12公里的爬坡路程，花了整整16年，800万瑞士法郎，2亿5千万台币。空前绝后的浩大工程，1912年终于通到少女峰。100 years ago, when they started to construct the railway, people would not believe that one could reach the Jungfraujoch. Since 2 years, it's now about the 40th time that I am here. 一条通篇铁路，让高瞻远瞩的梦想终于实现。每年也将世界各地游客载到欧洲之巅。阿尔卑斯山美景终于不只存在文学家的诗篇中。与少女峰相连的是阿尔卑斯山脉最广大的冰洞区，也是欧亚大陆最大最长的冰河，现在是世界自然遗产。这是阿尔卑斯山最著名而且最长的一条冰河阿雷奇，长度有22公里，高度是3500公尺。事实上，在瑞士境内有上百条像这样的冰河，因此瑞士人注定就要与冰搏斗。一列醒目的红色火车在雪地上奔驰，这是举世闻名的瑞士冰河列车。冰河列车是瑞士人与冰搏斗最辉煌的杰作。在120年前建造的铁路，穿越了291座桥梁，还有91个隧道，而最艰险的路段就在这里，20公里之内，高低落差高达了1500公尺。1889年建造的冰河列车，是为了要连接瑞士最著名的2大贵族度假胜地圣莫里兹和策马特，全长不到300公里。却要花上将近8个小时搭乘，因为列车必须横越几十条冰河，最高会行驶到2033公尺的上阿尔卑斯山隘口，而最低则下到585公尺的莱茵峡谷。穿越陡峭高山冰河，高高低低，一路起伏，冰河列车也必须采用齿轨系统，迂回前进，时而飞驰，时而缓步爬升。山谷溪流一路相随，穿过其中一条隧道之后，迎接的是最惊心动魄，也是冰河列车路线最著名的景观——兰德瓦萨拱桥。
从谷底架起65公尺高的拱形桥墩，全长130公尺，连接着2座山脉。这一段叫做阿尔布拉路段，也被称为最高明的铁路路线，同时是世界文化遗产。This bridge ended directly into a mountain, so they had to build the bridge, but where they arrived at the other end, there was a big wall. So they,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d to make the tunnel there. And that was a really big challenge for them. We didn't have many machines. People had to work by their own hands. And that means, like for the Albula line, there were up to 5,000 people working at the same time. 一小段奇迹工程花了长达39年的时间打造。19世纪，瑞士铁路公司投入1800万瑞士法郎，将近6亿台币。如果加上其他路段和车厢铁轨，瑞士滨河列车造价难以估计。但是开通之后，不但每年有25万旅客搭乘，更带动了2大度假胜地观光人潮。圣莫里兹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这是尼采给圣莫里兹最大的赞赏。一年有322天的阳光洗礼。3000年前发现具有疗效的天然泉水后，16世纪开始，圣莫里兹就成了名流贵族的度假山城。滨河列车通车后，富豪们就能直通利芋头的策马特。马特洪峰山脚下的策马特是阿尔卑斯最著名的度假山城。但在滨河列车通车前，原本只有3个床位的策马特，如今一年有200万人潮到访过夜。而面对高耸陡峭、海拔4400多公尺的马特洪峰，除了登山探险家勇闯登顶，也给了瑞士人另一股想挑战的欲望。这里是马特洪峰冰河，高度有3883公尺，终年积雪，在冬天最低温还可以到达-45度。但是30年前，瑞士人却已经征服了这里，在这边盖了欧洲最高的缆车站。So there was nothing up here, so they had to bring up everything by snowcat or by helicopter. It was pretty difficult to build the station up here. 冰河之下20公尺深的地方，更用人工挖掘完成了数百公尺长的地底冰宫。陡峭险峻的高山，冰冻贫瘠的土壤，都曾经是国家发展的牧业，但瑞士人却化自然障碍为观光美景。瑞士人就如同孤傲挺立的马特洪峰，不畏风雪，登峰造极，终为自己赢得世界的掌声。欢迎回到《登峰造极的秘密》，聚焦瑞士。今年3月，瑞士人民针对是否赞成将1年4周的假期延长为6周进行全民公投。后来结果出炉，瑞士人竟然反对增加2个星期的休假。法国电视新闻还以傻瓜白给的休假竟然不要来做专题报道。但瑞士人真的是傻瓜吗？还是瑞士人明白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保有国家的竞争力，享受高品质的生活，就得付出相对的努力。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欧盟景气衰败，但瑞士却还能依旧在风暴中挺立不摇的最大原因。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舒梦兰，我们下次再会。